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2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27.26，收盘价是127.1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29.99。最低价是在124.30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702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6倍，量缩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变小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股价开始向下行的走势转变。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啊，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股价在向多头趋势的转变的动能啊，也就是说不再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那在1月1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叫做十字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股价目前在建立短期多头的趋势下，然后在短期多头的回档中这样一个位置。那通常啊，十字线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也就是说，后续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如果股价是高开盘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向上；如果是低开盘呢，股价是容易向下的。那目前看这根十字线，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，尤其是还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我们会看到这些均线值啊都会成为支撑，并且下方还有一个缺口。对，所以说呢，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在下方是很容易遇支撑的。那如果说股价遇支撑而反转向上，也就是继续上行呢，我们说后续股价将会有一波新的上涨的行情。但是我们也会看到，在这个十字线的下方啊，这些均线值包括缺口这些支撑一旦被跌破呢，我们说后续下行的动能呢是非常大的。也就是说，一旦这个强支撑被跌破呢，股价会测试下方的115，也就是1月13日的这个前低。当然我们会看到下方还有一个小的缺口没有被回补。对，好，那以上呢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2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32，但是它的条件是在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127的。那实际在1月19日收盘价是在127.17，那当日出现了横盘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啊，说股价目前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均值的上方，那并且呢下方是有很强的支撑的。那也就是说股价向上的意愿啊依然是存在的。
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1月20日股价如果上行，它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突破1月18日的这根 K 线的最高前高136.68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后续上行能够站上这个136.68前高，那股价说明股价的这次回档成功，那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的行情。那如果继续上行，它的目标一定是161。161我们说是12月16日和12月27日这个连续下跌红 K 合并之后，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。对，所以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。那正好136.68是这个实体长红 K 线的50%的成本线。所以这个强压力过去之后，它的目标一定是突破161。当然，在突破161之前，我们说，这个50日均线值和143这条水平线将成为压力。143呢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它是12月12日到12月27日这个连续下跌红 K 合并之后50%的成本线。对，所以对于股价上行的目标，我们说一个是136.68，一个是161。当然我们说在136.68这个位置啊，它依然是一个强压力。对，好，也就是股价遇到这个点啊，会再次发生折返向下。好，这是股价后续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说十字线它是一个休息的 K 线，也就是后续啊股价是很有可能继续向下的。那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呢，我们认为应该是115，也就是这个1月13日 K 线的最低。那为什么是它呢？我们说1月13日和1月6日这两根 K 线叫底底高。对，然后呢1月11日和这个1月18日这叫头头高，这是一个短期多头的趋势。所以股价现在在回档中，那它下行的目标一定是要去解除，也就是破除这个短期多头的趋势，那它的目标一定是115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说在到达115之前啊，那上方我们会看到，我们会有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，还有各条均线值，包括这个缺口，都会成为这个支撑。对，好。那当然，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多点的支撑一旦被跌破呢，实际上也就是说确立主力向下推动股价的一个叫做一个决定。对，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强支撑如果被跌破，那股价会有一波新的下行的走势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向下说，如果115被跌破之后，它的目标一定是测试前低101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我们说在从1月19日的收盘价，也就是127，一直到我们说应该是在120附近。对，那在这个区域呢，股价是很容易遇支撑而反转向上的。对，好，那么对于1月20日，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点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
下移到125，不，原来是127。好，我们下移到125。好，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点。那这个点呢，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正好呢，它又在我们说的这个上行趋势线的和当日 K 线交点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在盘中1月20日要关注这个点，也就是说，股价如果能够在这个5均值上方继续运行，那我们说股价是很容易回档成功而继续向上的。但是如果在盘中股价在125之下运行呢，我们说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下行的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2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我们说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呢是一个区间，也就是说是从128，对，一直到130前高。128呢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对，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啊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它的范围是从125一直到128，也就是开盘之后啊，5日均线值既是支撑又是压力。对，所以上方的第一个压力，我们取5日均线值的上限128，然后和前高130，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。然后第二个压力就是上方的136.68，第三个压力是143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那下方的支撑啊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下方的支撑我们会看到啊，包括5日均线值，125到前面的收盘价127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说又有这个当日的 K 线和趋势线交点是在125.5附近，然后还有前低124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下方还有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22到123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20到121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说这样一来，第一个支撑区间是从120一直到127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宽的一个支撑。对，好，那第二个支撑呢就是115。对，然后呢第三个支撑就是101。好，那在这里我们补充说明一下，我们刚刚在分析内容的部分啊，没有提到这条水平线。这条水平线呢，我们依然保留它，它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附近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说股价如果下行，第一个目标要跌破115呢，这个20日均线值应该是一个底线。对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条线的一个补充说明。我们再加一个矩形。对，我们再加一个矩形干什么呢？作为日内的一个观察，是从127收盘价，对，一直到下方的120。好，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到120。对的。好，那这个矩形呢，我们把它画成红颜色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关注在日内盘中，对，
这个支撑区间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。如果是出现横盘，股价有可能是小幅的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。然后在盘中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24，对，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32，收盘会收在129附近。对，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认为有可能继续出现一个小的红 K 或者小的绿 K， 对，然后呢横盘在129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下行，对，下跌。那如果是出现下跌呢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我们说低开盘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对。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25.5，也就是到达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。最低下方会到达116.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17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出现下跌的可能呢是有条件的，也就是当日必须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25.5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股价才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行。那我们判断会出现这样大幅的下行的可能呢，是基于下方在这个地方会有很强的支撑，说一旦这个很强的支撑区域被跌破呢，那股价很容易出现大幅的下行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实体中长红 K 线，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十字星。那在第3根 K 线很容易会出现一个，目前是在一个相对高档的位置，很容易会出现一个1星2阴的下跌 K 线组合。所以说我们要谨防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中长红的 K 线。那它的条件就是说，如果出现大幅的低开盘，甚至跳空的低开盘，那并且股价在当日不高于125，出现这样的条件，那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